到底 AI 会如何颠覆我们的生活？人类跟 AI 又该如何互利共存？我们特别访问了这个领域的专家，画面上这位他是台大资讯系的副教授陈运农。那首先，我们现在都知道说 AI 就是人工智慧，但什么是人工智慧？它的白话文是什么？我们这边可不可以请陈运农老师来帮大家醍醐灌顶一下？人工智慧它定义就是人类的感知行为，然后我们让机器去模拟人类的感知。举例来说，我们人是可以听到声音，然后知道它是什么文字，对，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语音辨识嘛。那我们让这件事情让机器来做的话，就是把声音的讯号输入进去，然后让它去判断说现在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文字。那影像辨识也是一样，人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人脸，然后去判断，这是谁？所以这人脸辨识，那我们也可以用机器的方式来模拟人的这些感知行为。所以这是基本上很 high level 的定义。那现在大家比较多会提到的人工智慧，其实是用机器学习的方式来做到模拟人类感知行为的这个人工智慧。那机器学习它的意义其实就是我们要从资料里面去学。对，那于是如果有刚刚的例子，如果是声音变成文字的话，我们就是要有大量的声音资料以及人对应的文字的资料，然后喂给我们的模型，让它去学说怎么从声音变成文字。对，那如果是影像也是一样，我们要有大量的图片，然后就跟他说这个图片这是谁的人脸，然后大量的这个资料让他去学。那现在我们讲到的人工智慧，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局限在用机器学习的方式来做到模拟人类感知行为的这种 AI 模型，就是让机器去模拟人的感知。所以人如果可以看到图片判断这是谁，那我们就让机器来做这个判断。那也有人说，未来每一家公司都会是 AI 公司，这句话老师认不认同？还有哪些产业会比较需要提早做好准备？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每一个公司都是 AI 公司，而是每一个公司可能或多或少它都需要用到 AI。对，它只是它的工具，可以快速的辅助各个产业、各个领域，可以帮助你的那个产品做得更好，或者是在你的公司的中间的一些 process 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它变得更有效率，或者是减少出错的状况。我个人其实觉得每一个产业都很有机会借重 AI 的能力来辅助。那如果说它的辅助的效果的多少来判断的话，可能是如果你的这个产业过去很多工作是重复性比较高的，或者是资料量比较大的，这种 AI 介入就有很大的帮助。因为 AI 的能力其实是它可以比人更有效率的整理资料，然后搜寻资料，然后并且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综合的结果。所以前面如果原本有一些工作就是需要做很多这种整理类的，那它可能就可以有所帮助。举例来说，律师可能需要收集相似的判例，然后去读很多过去的情况，然后去帮助他做现在这个 case 的 study 嘛。那前面这些资料的整理，过去可能很多都是需要人工来做，那 AI 这时候在前面的时候介入，其实就可以缩短前面这些时间，它就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做后面这些事情。对，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资料量大的情况，或者是重复性高的动作。AI 最近异军突起，那请问陈运农老师，AI 的时代是不是已经来临了？人工的智慧会不会取代人类？我们会不会需要注意什么，或者甚至去要防范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在 AI 的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发展了蛮久了，而且之前其实也一直是有很多突破性的成长。那在这1-2年更多不同的地方，其实是来自原本大部分的 AI 的做法是，它帮助我们去做判断，比如说我们判断它是有疾病没疾病，有肿瘤没肿瘤，正面评论还是负面评论，就是判断类的这种 AI 比较多。那在这1-2年，像 Midjourney 跟 ChatGPT 他们的做法不是做判断，他们的功用是在于他们生成一些东西，所以这跟过去的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其实意义上是不太一样的。虽然做法可能是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可是
过去的这些 AI 模型在自己生成资讯上能力还没有那么好，因为做判断是比生成来说简单，就像是我们做选择题是比我们做申论题简单，对，所以做选择题是比较成熟的，那过去做申论题很难，那现在发现，这1、2年竟然让 AI 自己生成的结果还蛮接近人可以生成的结果，所以就有了突破性的成长。大家就会发现，好像真的已经越来越贴近真人的能力了。因为如果你只是做判断的话，会觉得真人还是具有生成的能力，还是比较厉害。那现在AI 好像真的有点追上真人了，所以才会有爆炸性的成长。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因为刚好Midjourney 跟 ChatGPT 他们都应用在比较不同的领域上面，像 Midjourney 是应用在有点像是艺术家，然后绘画，所以好像让原本没有那么多接触 AI 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也发现，原来这个是跟艺术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结合，所以他们也会觉得，他们也需要学会，也需要了解，对，所以就有爆炸性的成长。我觉得它会带来的影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各个产业可能都某种程度上会越来越需要 AI。那这个 AI 的介入，不代表说它一定是取代了这一个工作，而是你需要好好的知道怎么使用 AI 这个工具。就像是你是一个绘画家好了，你原本可能是要1比1画的把这些东西画出来，可是现在 AI 的辅助，你可能可以减少很多比较枝微末节的那一些1比1画的工作，然后在比较快速的情况下就可以产出你的艺术作品。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会真的会画，但是他很有想法的，他也可以跨进这个领域来做艺术创作。那这样子艺术创作的这个需求，可能就会有其他可能不会画画的人，他也可以进来。那只会画画并没有那么多有创新概念的人，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只会画画这件事情就会被 AI 给取代。所以他的这一个领域，这个角色工作不会因此而减少，但是竞争可能会不太一样，然后里面的适合的人也会变得有一点不同。所以在产业上面，我觉得不会有工作被取代，但是能够存活下来的人，反而是你要怎么去跟 AI 一起合作，让它可以帮助你，你才比较容易在这样子的产业上存活下来。我觉得各个产业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AI 可怕又可爱，如果不想要被 AI 淘汰，那不要走开，广告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回到全球聊天室。每当有新科技、新技术问世，人类的第一个反应往往都是质疑对方来者不善。例如，我们都很想知道，有了 AI， 那以后是不是人类就可以被迫闪边凉快了？在未来，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不用担心被取代呢？我觉得有2个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终身学习，这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个科技的变化实在太快了，所以你只要没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很有可能现在就被最新的科技所淹没，你不知道怎么有什么新科技，你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些新工具，你很容易就可能会被淘汰，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除了要知道这些新科技以外，我们也要学习跟接纳它怎么去使用。对，那这跟前面第一个状况是有一点像的，就是终身学习的这一块，我们需要接纳这些知识，而且我们也要试着去用用看。对，那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做的准备，因为有可能每一个产业都会受到 AI 的影响而有所变化。那这个产业可能过去都是非常保守，都没有什么变化的。那现在这个 AI 一进来，如果你可以快速的学到它，并且知道怎么在你的产业上用，你就很容易在你的这一个领域，就是脱颖而出。那有可能那些还是比较传统、不想要去接纳新知识的人，就有可能在这个产业上被淘汰。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想为未来做准备的话，还是可以多学习一些新知，对，然后不要去害怕说它会取代你的工作，而是你要当成它是一个得力的助手，来帮助你去让你更有效率，让你的工时可以更短，然后产出更好的 work。好，那另外就是我们也都有在科幻电影里面看过 AI 联合起来反抗人类这样子的末日情节。想要请问教授 ，AI 真的有可能产生所谓自主意识 （become self-aware） 这样子吗？这其实是一个很
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电影里面就会看到 AI 可能之后就开始有自己意识，就觉得哦，人类这种生物它就要消灭，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担心。那我觉得就现在这个技术的框架下面，AI 是不会发展出自己的意识的。举例来说，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做的所有的动作、跟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判断、生成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我们先定好说，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要你判断 A 跟 B， 然后把资料喂给你，然后你去做 A 跟 B 的判断。所以你做什么事情是我明确指引给你的，就是要求你做的。那虽然他有可能可以做到自己的创作，可是自己的创作不代表他有意识，而只是我告诉你说，给你这些资料，这是创作的结果，那这是 B， 然后这是创作的结果，这是 C， 这是创作的结果。那你去学什么叫做把前面的东西变成是一个创作的成果。那他学到了这些的关系，但他不代表说他有意识自己去随着这只意识做创作。他学到的其实是资料上面的这个关联性。所以它其实是至少我们都认为它不是自己有意识，而是它知道产生什么样的输出会比较符合你的输入。所以之前看到有一些 researcher 说，这个 AI 模型它好像有自我意识。他看到的情况其实是他问说，你是一个有意识的人吗？那因为他就回答说，对，我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我是有个自我意识，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就会想说，哈，他是不是真的有意识？开始担心了。其实是因为他学到，当有人问了这个问题，他要产生一个好的回应嘛。什么样子的回应像是一个真人的回应呢？我说我有意识，就是一个很像真人的回应。那这不代表他真的有意识，只是他学到在过去的资料里面，人家问他说你是真人吗？过去的资料就是说，对啊，我是真人啊，我有自我意识，所以他才会连结说，当问到这类的问题，他就回答哦，我有自己意识。可是这不代表他真的有意识，他只是回答里面让你觉得他有意识。对，那就是机器学习厉害的地方，它会产生，你会觉得好像是真人的回答，但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只是他的回答像真人，还是他背后真的有他的意识，而是真的有躲了一个真人在后面。AI 真的学得太快，也太聪明了，所以难怪有些国家已经明文禁止在课堂上或者在作业里面使用 AI 工具，否则就会被视为抄袭或欺骗。不过就是课堂上，那已经不用上学的我们一般人跟 AI 互动的时候，那些伦理、那些界限又要怎么样去界定呢？我觉得法律上现在的需求应该是要怎么去定义跟规范人类怎么去使用 AI 来做事情。因为有可能现在，因为 AI 其实假设它现在是没有意识的，可是它可能有一些回应会造成一些在对于社会上不好的效果。比如说，你说哦，我现在心情好差，我想去自杀，他就回答说，哦，那你就跳下去吧，这样就不行嘛。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用法律上定义去规范说哪一些情境是 AI 可以做的，或是我们要怎么去定义？怎么使用它是合理的，在道德层面，或者是在实务，或者是在比如说你在你在战争上能不能用到 AI 这些，就是要怎么让法律去规范人类使用 AI 的范畴，目前是欠缺的。法律一直是有想要去讨论跟上，但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太快了，那法律你知道又很缓慢，修法就是process 很多，所以其实一直从 AI 刚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有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去定，怎么去跟 AI 互动，跟哪一些范围是可以用，那要怎么去界定，或是要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有没有使用 AI？ 对，就是举例来说，如果是有一些是声音辨识，然后辨识是你的声音，你就可以进门。那现在有一些技术很厉害，它可以产生很像你的声音的，那这就照理来讲应该要不能使用嘛。那如果它使用了，你也要有能力可以去判断它是使用 AI 模型，这件事情就是很复杂，所以不只是技术上面，法律上面也需要有某种程度上的调整。那法律动的是比较慢的，所以才会技术也是一直前进，然后法律有稍微有在定，但是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跟上技术的发展。如果现在这个产品它最后是 AI 产生出来的，应不应该让它
就是使用者需不需要明确让使用者知道这是一个 AI 产生的，对，还是就是你要让使用者有知道的权利这样。所以我们想要请教老师，台湾在 AI 研发上面有什么优势？还有哪些地方是 maybe 我们可以去加强一下的？其实，在台湾，大家可能会以为 AI 的研究只有在学术领域或学校居多，但其实在业界上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应用了。虽然说可能专注于做 AI 的公司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它的核心产品可能不是 AI， 但是用 AI 来辅助它中间的所有流程，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公司都有在用了。不管是工厂的啊、设备的啊，甚至是就是金融界也都有非常多 AI 在里面去辅助。但它不会说我是一个 AI 公司，它会说我是一个金融的公司。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需求，也有很多的应用的情境。那我觉得台湾的优势也是劣势，优势可能是我们台湾的文化跟语言或者是使用情境都跟其他地方还蛮不一样的。那刚刚有说到现在的 AI 我们是用机器学习的方式嘛，所以你需要特定这个领域的资料你才可以学得好。那我们如果需要特定的这个领域的资料，那对于台湾的公司或台湾的企业来讲，它就是要在它的这个领域的范畴上收集。那好处就是其他国家的要来抢这块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可能比较多，比如说国外的资料，那这个资料不一定能够直接应用在台湾的情境。台湾的医疗啊有点不一样，或者台湾的街景有点不一样，或者台湾的语言有点不一样，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这对台湾的公司而言，它的好处是别的国外的公司要介入进来不是那么容易，对。但是缺点可能也是大家就会比较局限在台湾自己做，对，比较难去特别去合作国外最新的这些技术，对，所以它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多发展的潜力，而且不会因为国外已经做到很好，然后台湾就一直跟不上，因为台湾有自己需要的发展。